大家好，我是 Puffy。时光匆匆，很快的就已经9月了，然后下一学年度的留学生也都正在来伦敦了。那虽然我在伦敦的时间只有这短短的1年，不过我也想用我这1年的经验来告诉大家说，行李里面什么东西应该要带，什么东西不用带。那要带的东西又主要分成2大类，第一个就是通常你一落地就会用到，所以最好是带着比较方便。第二个就是在这边很难买或是价差非常大的东西。那除了必须要带的东西呢，我觉得很重要的清单也是什么真的不用带，因为你还没来伦敦，所以对这边的情况，什么东西买得到买不到的状况不太清楚，所以很常什么都带着以防不时之需。可是很多东西是真的不用带，那这边也会列出一个清单给大家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先关于一落地就要用的东西，第一个当然就是你个人的药品。个人的药品这边指的是像我有在吃 A 酸，所以我一定会把 A 酸带来。如果你自己有气喘、有过敏什么的，你最好就准备你自己习惯的药。那如果只是一般的感冒药、头痛药、肚子痛什么的，这边的药店都很好买。这种常备的药品就不用准备太多。那再来一个很重要一定要带的东西就是电器类的东西，不只是电器类，应该说是你随身电器类，比如说电脑，比如说手机或是平板。那如果你是一个苹果使用者，然后你最近有想过要换新的电脑、手机啊，就是开学前的新气象的话，请在台湾买完再来，因为在伦敦 Apple 的店真的很贵。以 iPhone 12为例的话，售价是$999，在这边的售价是$999英镑，所以瞬间就是贵了非常多。那关于电器的周边的话，如果你有习惯使用的手机贴膜的话，你可以带1-2个备用。或是充电线也可以带1条备用，那其实不用多带，因为在这边 Amazon 上面买都是很方便，明天就会寄到你家了，所以不需要囤太多没有必要的东西。那说到电器，最重要的大家一定会想到是转接头。关于转接头的话，我推荐大家带1-2个急用就好了，因为这边是有卖那种英规的插座的延长线。那英规插座延长线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可是特别是它一整排的那个插座啊，上面全部都是万国插头，所以非常的方便，也非常适合你从台湾带来的那些豆腐头啊，你原本的插座等等，你就不需要每一个电器都准备一个转接头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带1-2个急用的转接头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真的带非常非常多。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棉被跟枕头，我觉得棉被跟枕头真的不需要自己带，因为除非你自己是非常有个人坚持，不然我觉得在这边买都非常的方便。不过你要记得，就是在来之前，你通常都已经会有你的地址了，你要在来的前1-2周就先订好你的棉被跟枕头送到你的宿舍，那你来的落地就可以用，不然你就会就是来然后很累，然后又前1个礼拜可能没有棉被枕头，像我就是这样，我睡在地板上睡了1-2个礼拜吧，然后盖着我的羽绒衣，非常的克难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事前准备的话，就可以过比较舒适的生活。好，那刚刚讲完了手机类嘛，还有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的就是 SIM 卡。那你可以上 KKday 或 Klook 这种，他们都有卖英国当地可以用10天或是1个月的 SIM 卡，这样你一落地之后，你就可以有网络可以用，不但可以就是报平安，然后包括你到宿舍都会更方便，你可以查地图什么的。如果你一落地然后没有网络，然后又到一个陌生的国度，我觉得会是非常慌。那为什么我会说买10天或1个月，不要买那种3-5天的？因为你刚来的时候事情真的很多，要办的事有很多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你没办法预期的状况，所以你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签到约，可以找到电信公司，所以留一个比较长的缓冲期是我个人会比较建议的方法。好，接下来呢要带的东西一定要带的，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是几双筷子。对，叉子、汤匙什么都无所谓，不是说这边没有卖筷子，只是这边的中超一卖就是10副，不然单卖的那种都很丑，就是奇形怪状，好像阿嬷家会有的筷子。然后你加上筷子其实很不占空间，也很不占重量，所以你大概可以带你需要的量就好。那需要的量的定义呢，不是1双，就是因为你在这边租房子的话，通常都有洗碗机。洗碗机真的是我觉得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，还是19世纪，随便没关系，反正它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虽然台湾洗碗机还很不普遍，不过洗碗机真的不像台湾传统印象中的很耗水、很耗电，很多洗碗机的广告都是它其实是比你手洗来的更省水省电的，而不是省电省水。然后再加上它真的洗得很干净，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又已经全部烘干，你是可以直接放入置物柜中，就是想不到缺点呢。我真的觉得来欧洲的学到的最大的事情就是，我以后家庭中一定要有洗碗机，可以避免家庭失和，就是再也不用吵说到底谁要负责洗碗。
那大家都很习惯有洗衣机，但是洗碗机就还没有那么普遍。不过在对欧洲人来说，洗碗机跟洗衣机是一样事情的存在。就是当你听到有一个人每天手洗衣服，你可能会觉得很荒谬，这就跟他们想我们每天手洗碗是这种感觉一样的。好，这不是一个关于洗碗机推广的影片，那反正我想要说的是，你很有可能会使用洗碗机，所以你筷子可以多带4、5双，因为你不可能吃完的每一餐都启动一次洗碗机，你通常都会累积个2天或者3天，所以带个差不多4、5双会比较刚刚好，可以替换，然后你又不用多买，然后又没有这种买到丑筷子的困扰。接下来还有2个一落地就会用到的东西，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穿的衣服。那衣服跟鞋子，我觉得你其实真的都不用多带，你就带适量，反正冬夏各带一套，睡衣带一点，就真的一点点就好。因为这边你买 Zara 或买 H&M 几乎是没有价差，而且非常的方便。然后你想买，就是应该说你也不会停止你的购物欲望。那你回国的时候又要带很多衣服回去，是相对不划算的。所以其实你需要什么衣物在这边买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至少要带就是一条浴巾，然后一些卫浴用品，因为你可能没办法一来就去采买，那至少有一点基本可以应对刚下飞机的状况是很好的。好，以上就是刚必带的第一类中，就是在这边一落地就很可能会用到的东西。那接下来呢，必须带的还有在这边很难买或是价差非常大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隐形眼镜，如果你有在戴隐形眼镜的习惯，或是你有眼睛有度数的，请自备自己的隐形眼镜，因为这边买隐形眼镜是要处方的，有些网站不用，可是就相对非常麻烦。尤其如果你是戴日韩隐形眼镜品牌的人，一定要自备，因为真的很难买，或是价差很大。那如果你是一个有戴眼镜的人的话，建议你可以戴一副备用的眼镜，这样子你知道眼镜如果你放在床上啪压扁了，你至少还有一个备用眼镜可以戴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呢是亚洲的彩妆跟保养，尤其是片状面膜，请带好带满，因为在这边买片状面膜真的超级贵。例如说日本的面膜4片可能就要600、700、800块台币，所以你最好自己带来都比较好。然后尤其是台湾品牌的面膜，你有用习惯的，在这边是真的买不到，所以建议你可以从屈臣氏、康是美多买一点囤货，然后带来。第3个推荐大家要带的是个人卫生用品，个人卫生用品指的就是你经起来会用的东西。如果你是用棉条的人，那就无所谓，因为在这边买棉条也很方便。不是说这边买不到卫生棉，只是这里的卫生棉真的很薄，非常的薄，我真的觉得超级没有安全感。虽然在像卖日本药妆店的店，你还是可以找到日本牌子的卫生棉，但是因为尺寸跟品牌不一定是你熟悉的东西，那你知道经起来已经够烦，然后还要再更烦，用一些你根本就不熟的产品，然后就是烦上加烦。所以为了让你每个月身心愉快，建议大家可以带卫生棉，然后可以带足量，就是1年12个月你会需要，甚至多带一点点。因为带行李的时候称的都是重量，所以体积大其实是无所谓，你可以多带。反正我记得通常他们是没有限，就是行李件数的。那如果是算重量，你就可以多带，因为如果你事后要请家人寄的话，它体积很大。那通常在寄包裹的时候，它是不只算重量，它也算材积的，就是算你的包裹大小的。所以建议还是用带的是最划算的。接下来呢，第4个就是也是日韩类的东西，那就是文具。虽然在这边几乎上课都是用电脑记笔记，非常少会有让你拿出纸笔的机会。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有在写日志、有在写手账的习惯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带自己喜欢的文具，像那种黏黏胶啊，或是立可带的替换芯，我在这边都比较少看到日本牌子，所以你可以带自己习惯的，多带2个备用。那我知道很多人习惯用无印良品的那个行事历，就是那种周计划或月计划。这边虽然也有无印良品，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规格的笔记本，所以如果你有一定要用的笔记本的话，也请自己从台湾带来。那这边的笔记本不会买不到，可是样式都非常非常丑，所以如果你对笔记本是有一定要求的话，对，请自己携带。接下来说的就是吃的东西，其实在这边买中超很方便，几乎什么都买得到。那不要带的食物，我等一下也会列出来给大家。所以这边说的可以带的食物，你只要把不用带的东西都剔掉，然后带一些你喜欢的就可以。比如说我自己带了超多月饼来，因为在这边买月饼真的很贵，可是我很喜欢吃月饼，然后我真的带了超多，但那是题外话，就是非常态。那你可以带的东西呢，还有你习惯喝的粉包，比如说这个桂格的浓汤燕麦，就是我觉得宵夜可以喝，然后很不错的。还有这个桂格的黑谷珍宝，如果你是有就是平常自己喜欢喝的饮料，然后有特定品牌的话，你可以带。然后这种粉包又很轻，所以带起来会相当方便。然后在这边基本上也买不太到，所以这个推荐大家。以上就是所有可以带的东西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真的不要带的东西。回到刚刚的食物区，
所有的火锅底料啊，任何汤底、任何酱料都非常非常的重，所以都不要带。而且这里一定都买得到，光是汤底这边海底捞的选择就有百百种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品牌，酱料也是千千万万种你没看过的酱料都有，所以基本上酱料都不用带。那还有一个不用带，然后也很重的就是泡面，尤其是辛拉面、辣鸡面、维力炸酱面这种非常大众的泡面品牌，通通都不用带，在这边买搞得比你在台湾买还要便宜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身体乳液，身体乳液也是非常非常重，基本上真的就不用带。刚刚有说日韩的保养品你可以带，但是这种身体乳很大罐的，真的就不用，在这边 Boots 随便买都买得到。然后欧美品牌的保养品当然也都不用带，因为这边买都非常的方便。第四个呢，就是电锅类，电锅其实真的不推荐大家带，因为它虽然你有变压器跟转接头，但还是很容易坏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有很多插上电之后烧，就是那个电线烧掉的状况。然后加上这边其实要买电锅都非常的方便，不管是买二手还是买全新，你都可以基本上买到功能很基本的一些电锅，除非你要一些很 fancy 的功能，然后你又愿意冒这个它坏掉的风险的话，你再带。加上，其实你可以不需要电锅，用就是电磁炉就可以很方便的煮出白饭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电锅真的是不需要带。那接下来呢，锅碗瓢盆就是很重的锅具，这些你也都不需要带，因为这边你买特福或是买一些欧洲品牌的锅具都非常的便宜，所以这个也真的不用带。那最后一个不用带的东西是连接刚刚的食品，我刚刚忘记讲了，就是即食珍珠。我知道台湾人对珍奶就是有莫名的狂想，我自己也有，所以就像我之前去欧洲留学的时候，我也有带一包即食珍珠，那个真的其实蛮重的，而且真的不用带，因为在这边买即食珍珠等等这种食品都非常的方便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整理出来什么要带、什么不用带的清单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接下来要来留学的朋友。那如果你是接下来要来英国留学的，你也可以欢迎留言，或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私讯我的 IG， 我会留在这边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